此时皇后酒吧门口，苏无忌的突然出手惊呆了所有人。齐光明被打得趔趄了好几步，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脸上的无框眼镜都被抽飞了。他在淮东那片区域横行霸道了那么多年，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人敢这么对他的。这位齐老板已经快要忘记了挨打的滋味是什么样的了。混蛋！齐光明吐了一口血唾沫。苏无忌刚刚那一下所用出的力道着实不小，齐光明的腮帮子硌在牙齿上，当场便硌破了。他感觉到自己的半边后槽牙都松动了，脑袋嗡嗡直响，脸上火辣辣的疼。齐光明带来的那些打手见到老板被打，终于反应了过来，齐齐从袖子里抽出了甩棍。而皇后安保队伍的袖子已经撸起来了，双方剑拔弩张，但起码从表面上看起来，皇后的人数劣势非常明显。现此情景，酒吧里面的消费更加疯狂。毕竟在现如今这和谐社会，治安越来越好，这种大型冲突的场面也不多见了。那些熟客们也根本没有谁害怕的要跑，甚至都不担心苏无忌会输。这2年在灵州夜场，皇后可是保持碾压级的全胜，这就是底气。齐光明咬牙切齿地说道：苏无忌，你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哇哦，这么老套的台词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可真是一点气势都没有。苏无忌咧嘴一笑：既然年纪大了，就退出江湖吧，老年人不适合打打杀杀暗。这话让齐光明脸上的怒意更多了，他攥着拳头，面目有些狰狞。好好好，现在给我动手。好啊，是你让我动手的。苏无忌咧嘴一笑，话音未落，又是一扬手。清脆的耳光声在齐光明另一侧的脸上炸响，他被抽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一个血手印已经无比清楚地浮现了出来。齐光明从淮东带来的那些打手全都愣住了，他们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彪悍的人。齐光明的脸已经肿了起来，吐出几颗带血的牙齿，恼火地大喊道：老子特么的是让你动手的吗？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砸了皇后酒吧！然而齐光明的手下还没来得及动起来，小庞便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齐光明感觉到自己顿时被一片高大的阴影笼罩了，随后小庞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单手就将齐光明给提了起来。动手，快点动手啊！齐光明吼道：他妈的，没看见我都被人抓住了吗？有几个打手冲过来，挥动甩棍想要攻击小庞，然而小庞却是抓住齐光明，把他当成了武器，左右抡了好几下，那几个打手便直接被砸翻在地。齐光明被撞得头晕脑胀，眼前一阵阵发黑，胸中血气翻涌，喉头有股腥甜的味道涌出来。妈的，竟是被生生气得吐血了。见此情景，那些打手们投鼠忌器，也没有再敢靠近的了。这还没开打呢，老板就直接被扣成人质了，甚至被当成棍子甩来甩去。这种场面以前可从来没见过。此时那些平日里在淮东地区横行霸道的打手们，一个个都感觉扯了大蛋，简直离了大谱。苏无忌，你死定了，我他妈弄死你全家！齐光明被小庞单手举在空中，双脚乱蹬，嘴里怒骂着，完全没有半点黑社会大佬形象。我最讨厌别人拿我全家说事。苏无忌淡淡说道。小庞给我撕了他的嘴。是，老板。
小庞抓着齐光明往地上重重一顿，砰！齐光明双脚重重撞在了地上，强烈的撞击力让他根本站不住，紧接着便砰然跪倒在地。而这个时候，小庞左右手各伸出了2根手指，塞进了齐光明的嘴巴里。齐光明的眼睛里涌现出了惊恐的光。然而小庞面无表情，双手往两边猛然一扯，真撕嘴啊！齐光明发出了毫无人腔调的惨叫，他的嘴巴两边已经被扯到了极限，嘴角的皮肉骤然崩裂开来。然而叫声尚未停下，小庞的双手又是一使劲，齐光明的惨叫声顿时达到了新高度。他的嘴唇被横向扯到了极限，上下唇皮不知道生生崩裂出了多少道血口子，左右的嘴角更是骇人，已经完全被撕开，鲜血淋漓。这简直就像是西方小丑的嘴巴。听着齐光明的叫声，他所带来的那些打手感觉到自己的腿都软了，有不少人正下意识地抬手摸着自己的嘴角。看到皇后战队轻松制敌，酒吧内部的音乐声音更大了，人声鼎沸。那些姑娘的舞蹈动作也是更加热辣。齐光明觉得屈辱无比，简直想要原地自杀。当小庞的粗硬手指第3次插进齐光明的嘴巴之时，无穷的恐惧从后者的心中涌了出来。他想要开口求饶，然而嘴巴里还插着4根手指呢，那强烈的剧痛让他根本开不了口。苏无忌说道：行了，小庞，给齐老板留点脸，再撕下去就要撕到耳根了。这真是字面意思的留点脸。听了这句话，齐光明的心顿时一松。然而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从酒吧大门里冲出来的声音太大了，小庞听见了苏无忌的这句命令，但是没听全。他瓮声瓮气地回答道：是，老板坚决执行撕到耳根。他的徒弟王大周还大声给师傅助阵：师傅，撕到耳根。苏无忌一拍脑门，嘴角一抽，小庞的手指从齐光明的嘴巴里拿出来，然后捏住了他的耳朵。刺了，一只耳朵被狠狠撕了下来，一道鲜血直接溅在了地上。齐光明的惨叫还没来得及发出来，小庞的右手便扯住了他的另外一只耳朵。呲了，这一下小庞的动作不够利落爽脆，齐光明的耳朵虽然被扯下来了，但是连带着他的侧脖梗和腮帮子的皮肤都被生生扯下来了一大块。这个画面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头皮发麻。齐光明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耳朵，满脸都是鲜血，看起来极为骇人。老板，老板！几名保镖跑了过来，想要把齐光明扶起来。然而小庞的双手猛然一震，2把银色的甩棍直接被甩了出来。他这甩棍明显是特殊定制的，比普通的甩棍粗了1圈，也长了1截，就连棍子被甩出的铿锵声都沉闷了许多。砰砰砰，双棍横扫，2个保镖直接被砸翻在地，他们的胳膊和肩膀被这特制甩棍命中，直接凹陷下去一大块，显然已经严重骨裂了。有个保镖想要用甩棍去抗衡小庞的棍子，可是他的甩棍丝毫起不到半点拦截作用，在被小庞抽了一下之后，当场断开崩飞。而小庞的棍子则是重重落在了他的胸口，无论是人还是武器，都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个保镖口喷鲜血，倒飞而出好几米。他落地之后，脑袋一歪，直接昏死过去。看他那胸腔凹陷了一大片的样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得过来。看到小庞如此生猛，其他打手压根不敢靠过来了。苏无忌见此，往前站了一步，淡淡说道：今天凡是齐光明的手下，一个都不准走，都给我留在灵州。是你。皇后的安保队伍大吼道。20几个人生生喊出了震天的气势，哪怕对面的打手数量是他们的将近10倍，可是这些安保们也丝毫没有退缩之意，一个个生猛的好似虎入羊群。如果江晚星在这里，必然发现这远远不是皇后酒吧的全部实力。毕竟酒吧里那些服务生、调酒师、厨师、电工、清洁工可都还没出动呢，那些人的战斗力可不一定在安保队之下。安保队这么一冲出去，瞬间把齐光明那200多人的手下冲得七零八落。他那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横扫八面，锐不可挡。苏无忌看得兴致缺缺，说道：这些淮东精锐也太菜了吧。然而他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可酒吧里面简直要热闹得翻了天。因为大厅里面的所有大屏幕上都在直播着外面的动静，好几个土豪都现场开了神龙套。打了这么一架，皇后酒吧简直赚大发了。20分钟后，现场横七竖八躺满了人。齐光明的那些手下确实是没人还能再站着的了。苏无忌摇了摇头，有些不满意。当时建这酒吧的时候我就说过，把门前广场扩得大一些，可是规划局偏偏不给通过这设计。你看现在才200多人就快躺不下了，要是多来点人，可怎么整？一旁的童幽柔差点笑出来。规划局倒是挺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晚上，他算是见到了苏无忌最真实的一面，很危险，很刺激，但也很兴奋，这会让人上瘾的。柔姐也终于理解了龙清河为什么会被带的偏离了正常轨道。不管男人女人，或多或少都有着慕强的心理。当苏无忌展现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和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之后，若是内心之中对他没有任何波澜，那才是纯扯淡。这些人怎么办？童幽柔问道。他还不了解皇后酒吧打群架的所有流程。苏无忌则是转身朝着皇后酒吧走去，边走边说道：不用管，就让他们在这里躺到天亮，让那些阿猫阿狗们都看一看，这就是赶来皇后惹事的下场。童幽柔笑得很灿烂，忍不住地说道：真霸气，男人就该这个样子。这时候萧音磊又看着远处说道：老板，有车队来了，不知道是不是齐光明的帮手。最前面的是一台奥迪，后面好像是几台考斯特。由于道路上灯光昏暗，隔着那么远，并不能看清楚车牌照。苏无忌一撸袖子，一拍大腿道：好啊，刚刚我还觉得没过瘾呢，把酒吧里所有集战力都喊出来，给本老板狠狠地群殴他们。好家伙，这么大阵仗，他们知道我们来提前欢迎的。在这台奥迪的后排，少将军官看着从酒吧里涌出来的人，笑着问道。由于距离较远，他们还没看到这些人手上的武器。宋鹤鸣摇了摇头，有点纳闷地说道：应该不知道，这事儿我还对他保密的，本想给这小子一个惊喜，难道有人提前对他走漏了消息？然而司机却说道：宋局长，李参谋长，车子开不进去了。怎么回事？宋鹤鸣问道。司机的语气有点艰难，
前面躺满了人。宋鹤鸣把头伸出了窗外，淡淡的血腥味儿已经随风飘了进来。他的太阳穴控制不住地跳了跳，随后想到了那些关于苏无忌的传言，笑了两声。好家伙，大半夜的，这酒吧还真是够热闹的。随后他开门下了车，那个稍微年轻些的李少将也下来了，他的眉头轻轻一皱。这是黑社会之间的持械争斗。宋鹤鸣的眉头跳了跳。也可能是那小子受了欺负。这李少将笑了笑，显然不太相信这句话。这小子能把东洋间谍打得满地爬，谁还能欺负得了他？然而这时候他们也看清了那群朝着他们涌过来的人，起码上百个。这些人皆是手持武器，甩棍、钢管、凳子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一个个气势汹汹。而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高2米多的壮汉，正是小庞。他盯着宋鹤鸣，沉声喊道：老板有令，狠狠地群殴他们。是。那100余人齐齐高喊，杀气腾腾。等等，给我住手！宋鹤鸣喊道。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而那位少将已经是一挥手，从后方的几台考斯特上已经冲下来了数十名战士。他们并没有全副武装，甚至只是赤手空拳，这和皇后酒吧那群个个手持武器的家伙相比，似乎本身就处于劣势了。小庞看到这群军人，立刻喊道：竟敢冒充解放军！冒充你个头啊！苏无忌的声音传来，他跳起来打了小庞的后脑勺一下，随后快步走上前来，讪讪笑道：呵呵，没想到伟岸光辉正义的宋副局长来到我这里，刚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宋鹤鸣看着对面的青年，没好气地说道：伟光正是什么好词嘛，别乱套近乎，谁跟你们这群流氓是一家人了？宋局，我们可不是小流氓，我们这是正义之师。苏无忌随后扯了扯身边手下的胳膊，把棍子都给我放下，成何体统？咱们皇后酒吧是这么待客的吗？我平时都是这么教你们的吗？那少将走上前来，笑着说道：苏少侠，闻名不如见面。少侠这个词还挺好啊。苏无忌乐呵呵地说道：请问您老人家是？老人家可不敢当，我叫李昊天，现在首都卫戍区工作。李昊天笑了笑。宋鹤鸣在一旁介绍道：昊天现在是首都卫戍区参谋长。苏无忌咧嘴一笑：这么大的首长能莅临我这皇后酒吧，蓬荜生辉，蓬荜生辉啊！李昊天哭笑不得。今天我和宋局长一起来，本来想趁着夜深人静特意给你个惊喜的，却没想到皇后酒吧可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啊！这满地的伤员着实是有点震撼视觉神经。李昊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还好自己是在打架，打完了之后才到的，不然看到这2群人械斗，是管还是不管？宋鹤鸣呵呵一笑：我都想报警了。两位大领导可别用看流氓一样的眼神看着我。苏无忌说道：今天这事儿很简单，我属实是被人上门欺负了。宋鹤鸣的眉头一挑，嘲讽道：我怎么看也不像是你被欺负了呀。苏无忌说道：一个叫齐光明的家伙从淮东来到灵州，要砸我的场子，我这不是正当防卫吗？全部有监控为证，如果宋局长和李参谋长不相信，可以现在就调监控。李昊天笑盈盈的不插嘴。宋鹤鸣看了看那筋断骨折的200来号人，不禁揉了揉眉心。那你这正当防卫稍稍有那么一点过当啊。
苏无忌，反正我是为民除害，如果宋局不信，就把我抓回去慢慢审。反正你们调查局就是干这个的。说着，他把双手往前一递。我保证你就算是给我戴上手铐，我也绝对不反抗。宋鹤鸣冷笑2声，谁敢给你戴手铐？要是再把你抓回去，我调查局还要不要开下去了？早点关门大吉算了。苏无忌嘿嘿直乐，他搓了搓手。2位大领导这次大驾光临是准备给我送什么惊喜的？宋鹤鸣看了看李昊天，笑道：那还是让昊天参谋长来跟你说吧，这事儿还是他帮忙争取来的。李昊天说道：其实按照规定，这个奖励本来只能给现役军员，但无忌这次立的功劳实在太大，我们都不知道该给什么嘉奖好了。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适合你。随后他招了招手，4名战士从考斯特里抬出了一个长长的牌匾，牌匾上写着6个大字：1等功臣之家。苏无忌的眼睛都亮了，他上去摸了摸牌匾。我去，这可是好东西啊！宋鹤鸣呵呵一笑：当然是好东西，全国活着的1等功臣一共才多少个？你小子就偷着乐吧。苏无忌的反应让他很满意。李昊天说道：在你从东环山回来，刚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宋局长就已经联系我了。他提议调查局联合首都卫戍区联名向上面申请，给你论功行赏。苏无忌哈哈一笑：老宋够意识啊！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刚刚还喊宋局长，怎么现在成了老宋了？你怎么不直接喊我鹤鸣老弟？苏无忌哈哈一笑：只要你愿意，我也不是不能喊啊。李昊天在旁边挺开心的。铃木永泰这么一死，东洋现在都乱了套了，很多间谍特工都是和这位次长单线联系的，现在他们几乎相当于永远失去了这些间谍，起码5年的前期工作全部打了水漂。苏无忌嘿嘿笑道：都是宋局长领导有方。李昊天说道：我们都觉得给你一个这样的牌匾，其实还远不够匹配上你的功劳，但确实你的身份不是现役，也不好再凭什么讲。苏无忌：那你们可以给钱啊。李昊天：哎去。宋鹤鸣：赏。苏无忌搓了搓手指：给钱、给奖金、荣誉和金钱都很重要啊，我就喜欢这种实惠的东西。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小子，别蹬鼻子上脸的，你开这么大的夜店还会缺钱？苏无忌双手抓着宋鹤鸣的袖子：谁会嫌自己钱多啊？更何况全国1等功臣那么少，奖金肯定多得要命啊。宋鹤鸣没好气地一甩胳膊：没有奖金1分都没有。苏无忌见状说道：那行吧，肖经理回头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花钱买下这块牌匾的，召集起来开个拍卖会，价高者得。宋鹤鸣的眉头都要竖起来了。李昊天还在笑，看到老宋要抱走，他明显超级开心。嘿嘿，老宋别生气，开玩笑呢。苏无忌咧嘴笑道：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舍得卖掉？宋鹤鸣一脸不信，他总觉得这家伙真的能干出拍卖牌匾的事情。李昊天笑道：奖金的事情已经在走流程了，但总额可能不会太大，应该满足不了苏老板的胃口。嗨，蚊子肉也是肉，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苏无忌说道。宋鹤鸣：抓紧问，问完我就走。苏无忌说道：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怎么不白天送来？我看网上的那些视频，送1等功臣牌匾的时候，都是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你们干嘛非得半夜来，生怕别人知道？你丫的还贪得无厌了。
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你本来就是编外人员，这种嘉奖都是给现役的，你身份不对，明白吗？除非你给我回部队来。”苏无忌哈哈一笑：“老宋，你这个老狐狸，我才不上你的当。”被识破目的，宋鹤鸣别过脸去：“不回部队，来调查局上班也行。”李昊天解释道：“这1等工程刚刚批下来，宋局长就立刻拉上我，连夜给你送来了，他都没等到第2天。”苏无忌跺了跺脚：“那你们就该稍微等等啊，白天神多，要不你们等到明天白天，重新再给我送一遍。”宋鹤鸣一转身：“不知好歹走了。”“别啊，来了一趟，好歹吃点夜宵再走。”苏无忌立刻拉住他。宋鹤鸣一甩袖子：“在酒吧吃饭成什么样子？就去我们后院的食堂吃饭。老李，跟你手底下的厨师们都交代一声，好酒好菜全部招呼上。”苏无忌喊道：“是。”有几个戴着白色厨师帽、系着围裙的厨师，握着甩棍和钢管，高声应道。宋鹤鸣觉得这场景十分荒诞，看着几个厨师一脸横肉的样子，他甚至都担心苏无忌会给他下药。来都来了，尝尝苏少侠这里的饭菜，倒也无妨。李昊天笑道：“反正是去后院，又不是穿着军装进酒吧。行。”宋鹤鸣说道：“让你的战士们一起。对了，小苏，你跟厨师交代一声，招待不能超标，酒就不喝了。哎，你人呢？”他这一转脸，苏无忌都不在旁边了。这家伙已经跑到了酒吧门口，对抬着牌匾的4名战士喊道：“哥几个辛苦一下，把这个牌匾挂在皇后酒吧的招牌上面，我看正合适。”在酒吧的牌子上面挂1等功臣之家的牌匾。宋鹤鸣的脸都黑了，忍不住地喊道：“苏无忌，你老人家看看，挂这里合适吗？”那庄重严肃的牌匾和5颜6色不断闪烁的霓虹招牌，这俩能挂在一起？苏无忌扭头咧嘴一笑：“怎么不合适？简直天作之合啊！”而这时候，灵州云烟湖国际酒店的餐厅包间里，一个中年男人放下酒杯，接通了电话，眉头旋即狠狠皱起来：“什么？你说我哥带去的人全部被放倒了？”随后他挂断电话，把酒杯重重摔在地上，对身边的人说道：“告诉杭西安保公司，他们在灵州一共有多少人？我及光亮今天全部皆有啊！现在就跟我去皇后酒吧。”其实宋鹤鸣今天来到皇后，压根就没打算立刻离开。苏无忌喊他坐下来吃顿夜宵，也正好给了宋鹤鸣多跟对方聊几句的机会。可是等菜端上来，宋局长的眉头却轻轻皱起：“超标了，我之前都说过了，不要搞特殊化，你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李昊天笑着说道：“小苏可不像是会拍马屁的人，他弄出这么好的菜，大概也是因为真心实意的欢迎我们。”老宋，瞧瞧，还是李参谋长会说话，你多跟人家学着点。”苏无忌说道。宋鹤鸣说道：“你这又是佛跳墙，又是鱼翅，还有长江刀鱼的，明摆着让我们犯错误啊！我还没吃过刀鱼，味道是什么样的？”苏无忌一摆手：“嗨，我其实还真没特殊化咱们皇后的员工，平日里的伙食水平就是这种。”肖英磊站在旁边服务着，他说道：“老板确实没夸张，这是我们食堂的采购清单，宋局请过目。”说完，他还真的递过来了一本采购账单。宋鹤鸣随手翻看了一下，随后拿起了筷子：“好啊，今天我就沾一沾苏老板的光，开开荤。”一条刀鱼已经被他夹到了盘子里。苏无忌：“嗨，都是小场面，来来来，宋局长，李参谋长，咱们稍微喝点酒。”
说着，他拿出了一瓶飞天茅台。你这不是让我们犯错误吗？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快把这糖衣炮弹给收起来，别拆了。瓶盖已经被拧开，酒香已经溢出来。苏无忌嘿嘿直笑。宋局，你们调查局又不敢调查你，喝点呗。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宋鹤鸣的目光落在酒瓶上，吸了吸鼻子，问道：多少年的？20年。苏无忌乐道。李昊天一听，立刻说道：明天是周末，现在不算上班时间，老宋，整几口。宋鹤鸣看起来勉为其难，皱着眉头说道：那就这一瓶，不能再开了。苏无忌笑道：放心，就这一瓶。然而宋鹤鸣却起身，把酒瓶从苏无忌的手里拿过来，道：20年的酒可不能浪费了。来，昊天，咱俩把这瓶对半分了。这压根没有别人的份了。苏无忌再次领略了宋鹤鸣的无耻。宋局长，您老人家着实有点不要脸啊。宋鹤鸣才不在意这种评价，自顾自地倒酒，表情很悠哉。李昊天笑道：小苏，当年非洲一线那么危险，宋局长但凡当时要点脸，都不能活到现在。苏无忌重重点头，深表赞同。李昊天说道：穿着军装喝酒不合适，等我换个便装。说着，他把自己的军装外套脱了下来，对自己的警卫员兼司机招了招手。警卫员立刻拎包跑了过来，从包里掏出来一个低调的黑色夹克。李昊天把夹克套在外边，把拉链拉到了最高，严严实实地挡住了里面的制式衬衫和领带，笑道：好，现在可以喝酒了。苏无忌都被这掩耳盗铃的行为给看愣了。他随后很认真地说道：论起灵活操作，我还有很多要跟2位前辈学的地方。宋鹤鸣夹起了一块肉，打量了一下，放进嘴里，随后又夹起了筷子。这是什么没吃过，还挺好吃的。苏无忌，穿山甲。宋鹤鸣的手一抖，那筷子肉直接掉在了桌子上。他把嘴里的那块肉咽了下去，才瞪着眼睛说道：好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也敢端上餐桌？苏无忌哈哈大笑，说道：宋局长，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您说过的不搞特殊化。萧云雷也是忍俊不禁，说道：宋局，您放心，这是用猪蹄和龟壳裙边合成的一道菜。宋鹤鸣有点不相信地问道：真不是穿山甲？苏无忌一脸无辜：我什么时候犯过法？宋鹤鸣又吃了一筷子：那还差不多，味道不错。李昊天也夹起一块肉放进了嘴里：确实挺好吃，这口感挺特殊，以前还真没吃过。苏无忌咧嘴一笑：想吃了随时再来，我先去后厨看看菜。他到了后厨，萧云雷也跟了进来。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打厨师长的工资给我扣了，也不看看是在请谁吃饭，特么的穿山甲能往上端吗？厨师长老李连忙说道：老板，那都是菜市场徐老三孝敬您的，他送来的都是冷冻的，并不是咱们自己抓的，而且萧经理说您爱吃这个。你的脑子呢？被小庞偷走呢？苏无忌对萧英磊说道：多扣他1个月的工资。萧英磊笑容满面地说道：是。随后他对厨师长老李眨了一下眼睛。老李顿时明白，老板这只是口头上说说，并不会真扣，回头就把这事儿忘了，只有小庞会被真的扣工资。在这一桌餐刚刚吃到一半的时候，那盘穿山甲已经被吃光了。这时候，王大洲带着2个安保队员快步走了进来。
他大声说道：“老板，齐光亮带着几车人又把皇后的大门给堵上了。”这哥们的嗓门确实够大，这么一嚷嚷，整个餐厅里的所有人都听见了。苏无忌啃着一块猪蹄，头都不抬。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萧英磊轻笑着解释：“老板，齐光亮是齐光明的弟弟，哥哥平时在前面打打杀杀，弟弟就在后面做管理工作。这些年来，明亮集团做到这么大，齐光亮也算是功不可没了。”说罢，他站起身来：“我去处理，宋局和李参谋长不必起身。”苏无忌：“快去快回，别跟这群小喽啰废话。”然而宋鹤鸣却放下了筷子，淡淡说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好菜，今天这事儿不得替苏老板摆平了。”李昊天说道：“正有此意。”说罢，他站了起来，脱下了黑色夹克，穿回了军装，主打一个灵活。就在一行人向外走去的时候，苏无忌像是想起了什么，立刻说道：“哎，对了，童优柔去哪里了？光顾着打架了，把她给忘了。”萧英磊摇了摇头：“我也没见到，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一声？”“不用。”苏无忌搓了搓手道：“先把眼前的架打完了再说。”齐光亮不是没脑子的人，相反，他是整个明亮集团的智囊型人物。但是这2年，齐家两兄弟确实是嚣张惯了，在淮东地区横行霸道这么久，让他已经不习惯吃亏的感觉了。在皇后酒吧的门口，看着眼前的景象，齐光亮的眉头狠狠跳了跳。哥哥带着200号人来找苏无忌谈判，居然几乎被团灭了。我哥呢？快把我哥找出来！齐光亮高声喊道。几分钟后，他的手下才从横七竖八晕死过去的打手身下找到了满脸是血的齐光明。看着自己哥哥的嘴角被撕烂，耳朵都不知道去了哪里，齐光亮顿时发出了一声痛吼：“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齐光亮喊道：“呜呜！”齐光明现在意识模糊，嘴巴又疼得要死，根本说不出什么有效的信息来。齐光亮愤怒地吼道：“把苏无忌找出来，他死定了！他死定了！”要是在淮东，齐光亮绝对可以在1小时之内叫来上千人，但现在不行，他就带了5、6个保镖在身边，身后的那几车人都是从行星安保公司调来的所谓特勤。说是特勤，其实身体素质和普通保安差不多，平日里所负责的也都是一些场所门禁的保安业务。这些人的战斗力和当时跟在魏高浪、林景泽身边的那群行星高级保镖可完全不能比。然而这时候，一行人从酒吧后院走了出来，齐光亮一眼就看到了苏无忌。这家伙穿着花花绿绿，实在是太好认了。苏无忌！齐光亮忍不住地喊道。苏无忌笑着招了招手。何哎！齐光亮吼道：“把他给我控制住！”那些行星安保公司的特勤便立刻冲了过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齐光亮的死忠打手，只是看起来气势汹汹而已。然而这些行星公司的安保在冲到了苏无忌近前之后，齐齐停下了脚步，连一丁点动手的意思都没有。怎么回事啊？看到那些安保们都站着不动了，齐光亮愤怒地走上前来，喊道：“我花钱雇你们来，你们就是这么……”然而这时候他的心脏却咯噔一跳，那半截话也说不出口了。
因为齐光亮看到了几十个身穿军装的战士，而为首的一人居然还是少将军衔。这一刻，愤怒使得齐光亮瞬间冷静了下来。苏无忌眨了一下眼睛，你就是齐光亮？此时不知道有多少思绪在齐光亮的脑海里翻涌着。有部队在这里又如何？部队就能殴打平民了吗？想到这一点，齐光亮深吸了一口气，终于还是决定暂时不退让。苏老板，我是齐光明的弟弟齐光亮，我哥在你的地盘上被伤成了这个样子，我一定要讨个公道。苏无忌微微一笑，你们一群黑社会上门来要砸了我的场子，现在居然有脸说要讨个公道，要不要脸？齐光亮死死盯着苏无忌。我哥是不是你打伤的？苏无忌耸了耸肩，当然不是我，我敢做敢当。废话，是小庞打的。他差点没被苏无忌的回答闪到了腰，一肚子狠话给生生憋在了肚子里。而这时候，宋鹤鸣开口说道：依我看，此事到此为止。齐老板，你把你的人拉回去，不要再来灵州搞事。如果这句话要是李昊天说出来的，估计还能给齐光亮一点震慑力。可是宋鹤鸣又没有少将肩章。齐光亮看到那个少将始终站在旁边，一直不开口，似乎想要置身事外，忽然觉得自己可以进一步试探一下苏无忌的底线在哪里。他本来就喝了点酒，又是正在气头上，直接一把揪起了宋鹤鸣的衣领。你让我不进灵州，我就不进了，你算是哪根葱？宋鹤鸣看到自己的领子被揪起来，居然哈哈一笑。确实很久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了。今天吃得开心，喝得开心，看样子马上玩得也很开心。而李昊天则是站在一旁，也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其余的战士本想出手帮忙，可李昊天却抬手示意了一下，于是卫戍区的战士们立刻原地站住，等待出手命令。哥们，我劝你把手松开。苏无忌说道，不然的话，淮东官场要是被你连累了，那你这辈子可就没法翻身了。你说什么？齐光亮的眉头一皱，看向苏无忌的眼神里明显有了很多的深意。当苏无忌提到淮东官场这4个字的时候，齐光亮的心莫名一咯噔。他们两兄弟能把灰色地带的生意做到这么大，头顶上显然是有保护伞的。明亮集团在淮东扎根了这么多年，左右逢源，来来往往，不知道有多少行政负责人都被他们的糖衣炮弹轰过。起码厂子所在辖区里的那几个派出机构，在集体清理行动之前，都会有人提前给这两兄弟通风报信。所以哪怕淮东的扫黄行动是一轮又一轮，明亮集团旗下的几个大厂子仍旧是屹立不倒，还专门从南边的宛城请了老师来进行服务标准化培训，生意做得越来越风生水起，名声越来越响，甚至周边城市的人都专门坐高铁去淮东玩。苏无忌嘿嘿一笑，介绍一下，现在被你揪着领子的这位，就是调查局的宋鹤鸣局长。哦，目前还是副的。调查局，这是什么单位？齐光亮的眉头狠狠皱了起来。由于苏无忌并没有说这单位名称的前面2个字，齐光亮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还以为对方是在扯淡，毕竟地方上可没有这部门。苏无忌老神在在的一摊手，中外调查局。什么？齐光亮像是触电了一样，立刻松开了手。他的眼睛里有着极为明显的震惊之色。真的假的？
齐光亮惊疑不定地问道。而这时候，旁边的李昊天微笑着开口了：“你叫齐光亮，淮东人。”齐光亮没回答，脑门上的冷汗都流下来了，那点酒意一下子全醒了。李昊天说道：“你不错，敢抓宋局长的领子，这么多年还是我见的第一个有胆气。”傻子也能听出来，这话不是夸奖。齐光亮抹了一把汗说道：“是误会，这是误会。”李昊天摆了摆手，嘲讽地笑了笑：“嗨，敢做敢当，有什么好误会的？我穿着军装就站在旁边，你刚刚要是把我放在眼里，也不至于直接当着我的面动手啊。”齐光亮的心脏狠狠一抖。宋鹤鸣呵呵一笑，身上那一股强悍的气场终于散发出来了。齐光亮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这一刻，他才发现，面前这位绝对妥妥的是大佬。就这种久居上位的气势，充满了强烈的压迫感，绝对不是伪装出来的。该死，自己之前居然都没有觉察到。齐光亮没敢问这个少将是什么单位的，他正准备道歉退走的时候，苏无忌却说道：“齐老板，你这见了首都卫戍区参谋长，也不知道问得好。”齐光亮的眼睛里涌现出了绝望的情绪来。卫戍区参谋长这两个词对于他来说的压力重于千钧。这样的人物只要往地方上打个招呼，那么怕是自己一天好日子都没得过了。今年年中的时候，淮东的某位散调任灵州，明亮集团也准备大踏步地踏进这座城市。本以为会迎来事业发展的巅峰期，却没想到情况居然在短短一夜里便急转直下。接下来所面临的可不是发展的问题了，而是生死存亡。齐光亮说道：“对不起各位，对不起，今天的事情我回去之后就忘掉，我会当作没发生过。”苏无忌笑盈盈地看向了宋鹤鸣：“那可不行，宋局长可从来没被人揪过领子呢。”看着小子把祸水又往自己身上引，宋鹤鸣没好气地伸手指了指对方：“今天你就想让我帮你当一当挡箭牌的，是不是？”苏无忌咧嘴直笑，开心得不得了：“宋局，对不起，对不起。”齐光亮讪讪陪着笑：“我可以做出任何的补偿，只要您大人不记小人过。”由于心里过度紧张，齐光亮此刻的笑简直比哭还要难看。宋鹤鸣根本不搭理他，而是对苏无忌说道：“小子，今天给你的那块牌匾，你挂哪里都行，就是不能挂在皇后酒吧的招牌上，听到没？”说完，他转身就走。李昊天对苏无忌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小子，下次见。”随后他淡淡地瞥了齐光亮一眼。苏无忌乐呵呵地招手：“欢迎两位领导下次再来指导工作。”齐光亮看到这两位大领导压根没搭理自己，尤其是那位少将的眼神更是意味深长，这让他的心脏在狠狠抽搐，不禁有种天要塌了的感觉。苏无忌咧嘴一笑：“齐老板，快点回去准备后事吧，现在给自己做一副棺材还来得及。”齐光亮咬着牙：“好小子，今天被你摆了一道，你给我等着！”说罢，他带着手下转头就走。等上了车，宋鹤鸣第一时间便给秘书打了个电话，让他安排一下淮东的督察事宜。李昊天随后说道：“苏无忌这小子真是有意思，我真是想不到，这鬼点子那么多的人居然在部队里待过。以前这小子一边上着学，
一边兼职当着兵，这样的兵怕是整个华夏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宋鹤鸣话锋一转，我想把他弄进调查局里。我有很久没见过你这么喜欢一个小家伙了。李昊天笑道，既然这么喜欢，不如认个干儿子。宋鹤鸣说道，那算了，那是老苏家，我可不敢跟他爹抢儿子。可你就愿意坐视那些首都的世家欺负他？李昊天说道，魏高浪和林锦泽在苏无忌这边狠狠地栽了个跟头，首都的不少家族都因此而暗中震动。接下来苏无忌的麻烦怕是要更大了，你不出手相帮？我干嘛要帮？宋鹤鸣说道，事情的发展如这小子所愿，这些首都世家已经快要想起苏家了。我还真是很期待接下来的事情。李昊天笑道，天天在卫戍区待着，真是无聊的要死，真怀念当年在特种部队里的时光呢。宋鹤鸣的眼光一闪，你把这小子弄进卫戍区也行。李昊天笑道，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想让他待在你眼皮子底下，既然那么喜欢，为什么不干脆找个女人，生一个儿子自己培养？你都这个年纪了，再不要孩子，过几年就彻底没了那功能了。宋鹤鸣看着窗外，眼神淡淡，那算了，没有找对象的心思，这么多年都没找，以后也不会找了。李昊天轻轻叹了一声，还想着周瑜呢？都走了这么多年了，早就不想了。宋鹤鸣摇了摇头，表情很平静。唉，斯人已逝。李昊天每每提起这事儿，眼睛里都有着止不住的遗憾。宋鹤鸣不想聊这个，话锋一转，忽然换了个话题。今天这穿山甲的味道不错吧？李昊天惊道，穿山甲？宋鹤鸣笑道，可不是嘛，一端上来我就认出来了。李昊天的眼睛都瞪圆了。那你还吃得这么香？宋鹤鸣斜眼看了看他，你也没少吃啊，大半盘子都进了你的肚子。我也不知道那是穿山甲，我是被你们一老一小俩狐狸联手骗了。李昊天说道，你怎么认出来的？你吃过？这玩意在国内是保护动物，在非洲可没人管。宋鹤鸣摸了摸自己的胃部，眼睛里倒是有着些许的怀念。以前在非洲的时候经常吃，那里可是穿山甲的主要分布地，还真有点怀念这味道。李昊天哭笑不得，所以你就借机吃了个饱。宋局长的演技真是厉害啊，把我骗得一愣一愣的。宋鹤鸣拍了拍李昊天的大腿，你在部队待得太久了，办事就得灵活点，有空多跟苏无忌那小子学学。而这时候苏无忌回到了自己的套房，给童悠柔打了个电话。柔姐你人呢？童悠柔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开着免提，对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只是这键盘声明显有点凌乱，看起来像是故意在敲给苏无忌听，表演的性质很重。我忽然想起来，还有工作没做完，就先回来了。童悠柔说道，你早点睡觉，以后少打架。那苏无忌笑道，你早点睡，跳舞也跳累了。童悠柔往旁边看了一眼，随后说道，那个，我最近有点忙，可能没法去你那里跳舞了。那没关系。苏无忌乐呵呵地挂断了电话。随后童悠柔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漂亮姑娘，叹了一声，穆小姐，我得跟你解释一下，跳舞这事儿和麦克斯韦的代言有关。说来话长了，当着你的面打这种电话，确实是有点尴尬。坐在沙发上的姑娘穿着白色裙装，外面套着一件米黄色的宽松西装，
头发蓬松又柔顺地垂下来，居然是穆千羽。没关系，他一贯这样的说话可能听起来很轻佻，可实际上却从来不会动手动脚。穆千羽轻轻一笑，随后又是轻轻一叹，说道：柔姐，这次我把你请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拜托。童悠柔说道：穆小姐请讲，你上次帮了我，我还没有还了这个人情。穆千羽轻轻点头，他看着童悠柔，眼神无比清澈。过一段时间，可能1个月，也可能2个月，我要去一趟国外，目前归期未定。我思来想去，国内的一些业务，想要让你来帮我稳住。童悠柔对这句话表示非常意外。穆小姐，听说铃木银行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你们穆家那么多人，好像用不着我吧？而且我对你们穆家的业务大部分都不了解。穆千羽很认真地说道：不，柔姐，我知道你的商业手段，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在你这儿不是用，你是无忌信任的人，所以没有谁比你更合适。童悠柔倒也没有立刻答应下来，而是说道：那具体需要我做哪方面，咱们逐一对接，如果不懂得，我到时候再联系你。穆千羽笑了一下：不，你就得先全部了解，因为到时候可能联系不上我。童悠柔的心微微一紧，因为她分明看出来穆千羽此刻的笑容让人有些心疼。苏无忌睡到了第二天下午才起床，醒来之后，朴妍希已经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了许久了。她穿着白色的运动装，头发简单的扎起来，哪怕不施粉黛，却仍旧清雅大方。只要看到她，似乎能让人的眼睛在瞬间淋了一场春雨，变得清新透亮。你醒了，来喝水，正好是温的。朴妍希说着，端着杯子坐到了苏无忌的床边。哪怕这运动服看起来很宽松，可朴妍希那弹与嫩的腿与臀，在坐下的时候，把裤子的布料绷得紧紧的，把美好动人的形状完全展现了出来。而这两处位置在与床垫接触的一刹那，发生了极为美好的形变，搞得苏无忌很想用手指轻轻戳一下，看看软不软。苏无忌这睡了一大觉，睁眼就看到这幅美景，又有美人儿亲自喂水，血气顿时有点上头不是脑袋。妍希，你来的正行了。苏无忌指了指自己的发际线，能不能帮我把这里搞一搞？我不想让我这么帅的脸留疤。朴妍希的眼底藏着心疼，她掀开苏无忌的额前发丝，看了看，随后说道：伤口不大，头发能盖住，没必要重新弄了，怕你太疼。这个距离让她的俏脸与苏无忌近在咫尺，红唇就在眼前，苏无忌很想凑上去亲一亲。他这么想着，也就这么干了。然而脑袋才刚刚一动，嘴巴还没来得及撅起来，一只牵手就已经捂在了他的脸上。朴妍希往后躲了一下，嘴角带笑，俏脸微热地说道：我是你姐姐，别糊涂。要是在以往，苏无忌肯定得接上一句姐姐多好啊，懂事疼人还能干，温柔浪漫会扯淡之类的骚话。可现在他并没有贫嘴，因为此刻苏无忌正透过指缝盯着对方的脸，眼睛里满是诧异。你的动作怎么这么快？朴妍希轻笑着说道：我在街上抓色狼的时候，动作比现在还要快得多。他这展颜一笑，比透过纱帘洒进来的夕阳余光还要温柔。我刚刚没看清，我们能不能再练习一次？苏无忌说着，又把嘴撅了起来，往朴妍希的红唇上凑过去。
他这一次倒不是真的想调戏朴妍希，而是觉得对方刚刚推脸的那个动作，自己居然完全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以苏无忌对这种肢体接触的警惕性来说，对朴妍希的阻挡动作居然毫无察觉，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练什么练？我是你姐，你还想占我便宜？朴妍希把苏无忌的脑袋推到了一边，随后他打开药箱，用棉签沾了点药粉，仔细地涂抹在了苏无忌的伤口处。不用担心，每天早晨处理一下，就算不挑开伤口，痕迹也会慢慢淡化的。苏无忌的目光落在朴姐姐那白皙无瑕的侧脸上，说道：妍希，你不会是个隐藏的高手吧？朴妍希的眼光并没有任何的回避，轻笑道：我本来就是我们分局第一高手，那些男性刑警都打不过我，从来就没隐藏过。苏无忌咧嘴一笑：那我想让高手帮我小小提升一下。朴妍希：你都那么厉害了，我怎么帮你？苏无忌一本正经：爽性。爽，正经一点，你都是大功臣了。朴妍希轻嗔道。他轻轻打了苏无忌的胳膊一下，随后站了起来，目光看向了这套房的客厅。在那里，一等功臣之家的牌匾已经挂起来了。苏无忌撇了撇嘴：没意思，国家抠死了也不给点奖金。朴妍希的笑容很暖，随后他又撩起了苏无忌额前的头发，看着那道伤口，摇了摇头：如果你每次立功都要以受伤为代价的话，那我宁愿你没有这些功劳。苏无忌小鸡啄米一样的点头：那些老婆关心老公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又贫嘴。朴妍希说道：说正事，昨天晚上明亮集团的两兄弟来找你的麻烦，省厅和市局已经知道了。苏无忌一摆手：嗨，多大点事，我自己解决就行了。厅里领导很生气，已经联系了苏淮省厅，准备异地用警，跨省抓人。朴妍希说道：那多没劲。苏无忌笑道：我还想让齐光明多送点活靶子来，让我的人多练练手呢。朴妍希说道：你可是咱们灵州著名的企业家，五好市民，一等功臣，不能让你受了委屈。苏无忌：那联合行动在什么时候？我能不能申请参与下？既然官方已经下场，那么自己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过一过打架的瘾了。我们市局已经安排卧底去调查取证了，最快1周左右就能有结果。朴妍希接着说道：但这事儿其实没那么着急，毕竟淮东从市局到基层所已经被齐家兄弟的糖衣炮弹打渗透成了筛子了，这要搞一场大的，怕是得形成官场塌方。那就让他们塌方好了。苏无忌微微嘲讽地笑了笑：当然我也知道上面到时候肯定要控制住案件的波及范围。朴妍希轻笑着点点头：范围可控与不可控，这恰恰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苏无忌摸着鼻子笑起来：我要是真参与了，肯定搞一场大的。反正到了要行动的时候，我让李局长提前通知你。关系熟归熟，这种事儿朴妍希可不会给苏无忌通风报信。事实上，他巴不得苏无忌不要参加，这样就少了一分危险。对了，这次首都的事情赤烟姐都知道了。朴妍希的眼睛里带着温柔的笑：她觉得你做得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首都好几个家族都在猜测你的身份了。苏无忌没好气的回应：他夸我有什么用，又不给我钱，天天就知道隔岸观火。赤烟姐还说你这回归首都的第一刀很漂亮，她很期待你的第二刀。
朴妍希轻笑道：“那你跟他说我想要一把真的刀。”苏无忌掀开了背心，露出了裤衩上面的紫色腰带。天天带着这紫色软剑，总觉得有点太娘了。苏无忌在与敌人交战之时，经常会有紫色剑芒从他手中一闪而逝，就是源自于这系在腰间的紫色软剑。可软可硬，锋利无匹。用这软剑杀完了人，往腰间一扣，变成了腰带，外套一挡，根本无从发现。朴妍希哭笑不得：“你怎么睡觉的时候都带着？万一误伤了，老苏家可就绝了后，倒也不会。”姐姐就是好，偶尔还能开一点尺度大的玩笑，哪怕直接说想和她做早操，人家也不会像少女那般羞涩的不要不要。尤其是朴妍希，此刻这句玩笑让苏无忌的心经控制不住的一荡。当然，如果他平时就是那种荤素段子随口飙的人，也不会形成那么强的反差感。老苏家确实不会绝后，我爸儿子那么多。苏无忌伸手在软剑的剑身上弹了一下，随后笑道：“不过这玩意要是真割到了我，说不定他的剑锋都能被崩出个口子。指不定谁硬呢。”什么？朴妍希第一下还没反应过来，等他几秒钟后回过神来，顿时霞飞双颊，动人到了极点。不出3句话，肯定就没个正形。朴妍希打了苏无忌的胳膊一下，随后向外走着，边走边说：“我找赤烟姐告状去。”苏无忌盯着混血姐姐的美妙背影，嘿嘿直笑，只觉得生活无比美好。等苏无忌完成了日常训练，想起来什么，然后打了个电话：“在哪儿呢？找个地方吃顿饭聊聊天。”叶璎珞的声音在电话那端响起来：“好，我住在云连山四季酒店28栋，你到了的话，直接坐摆渡车过来就行。”苏无忌呵呵一笑：“咱们孤男寡女的直接在你的房间里见面，不太好吧？我怕别人传我绯闻。”叶璎珞笑了笑：“苏老板在灵州的绯闻女友能组成一个加强连，恐怕也不多，我这一个。”苏无忌看似随口问道：“我都不知道一个加强连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正常是150-160人。”叶璎珞说道。“多的话也可能200出头。”苏无忌笑道：“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叶璎珞：“我是军迷。”“军迷啊？”苏无忌乐了：“真的很少见有女人是军迷的啊，行，待会儿向你当面讨教一下。”随后他亲自驾车前往了云连山四季酒店。这酒店几乎是灵州最顶奢级别的了，位于云连山中，酒店几乎全部由独栋别墅组成，掩映在山水之间，空气清新，视野极好，不仅可以眺望云烟湖，甚至能将大半个灵州城揽入眼底。苏无忌乘坐摆渡车到了28栋别墅，抬头打量了一下这建筑，忍不住地说道：“这么大一个人住太浪费了。”这时候门开了，披着浴巾穿着泳装的叶璎珞出现在面前，笑了笑：“所以你要一起住吗？这栋有4个卧室，我一个人在这儿，晚上还挺害怕。”看着面前不断往下流水的女人，苏无忌说道：“你刚刚在游泳啊？”此刻的叶璎珞光脚站在地上，穿着白色连体泳装，虽然暴露在外的只有4肢，但是这泳衣却把她的身体曲线完美的勾勒出来，就像是一件为她量身定做的第2层肌肤。那饱腴满的胸前撑起了泳衣的前幅，线条挺与拔，又透着圆与润，似乎随时都要冲破那层薄薄的束缚。
叶璎珞的腰肢纤细，盈盈一握，但是再往下却又足以用丰腴满来形容，形成了相当完美的 S 型曲线。是我们在游泳。一道声音从旁边响起来，披着浴巾的龙清河从阳台出现，光着脚盈盈地走了过来。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多少得展现一下泳姿了。就在苏无忌在叶璎珞的别墅里欣赏春色满园的时候，东洋内阁情报调查室已是上下缟素。深田雪乃少校鞠完了躬，走出了追悼会会场，摘下胸前的白花，对身前的男人说道：爸爸，我要去华夏找到姐姐问个清楚。